我在骑1个月，就我差不多拿车有1个月的时间，我后轮打滑有3次，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后轮打滑有3次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树显，好久没有更新了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在11月1号那天下雨，然后骑车在那个地库侧滑了，它当时是前轮失去抓地力了，后轮直接甩尾甩上来，前轮失去抓地力直接就侧倒，当时摔的是右侧，然后像右侧这个大板这里摔坏了，然后板花也花掉了，但是这个大板还是能用，但新的还在发货，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发过来。然后当时这个脚踏也坏掉了，这脚踏把这个位置把这个车架给刮到了，这脚踏是已经是新的，已经换新的了。然后排气的话，排气罩外面也是这个位置刮到了，然后这个位置刮到，把车架稍微也伤了一点。然后后尾裙这个位置的话，这里是伤到了一点。然后左侧的话是坏掉了，左侧的话是当时是直接这个地方断掉了，到时候我会放一张图啊，这个是新换的，是工厂走的3包发过来的。但是当时最严重的地方实际上是这里，上泵，当时它这个牛角是没有断掉的，它是撞到了这里，直接导致这个上泵的泵体里面直接损坏了。然后当时维修师傅跟我说，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车没什么事情，结果把上泵给摔坏了，牛角而且也没有断。然后这个泵体也是换的新的，当时它那个刹车手感是前2掌比较软，然后后边稍微有点硬，它现在这个用完之后会好一点。然后那个师傅说可能是之前是空气没排干净导致的，这个不好说，不太清楚。然后说一下关于当时维修的一个事情，当时是11月1号摔的，就后台联系了他们，然后有个工程师就过来看了一下我当时侧滑的那个视频，他就一口咬定就是轮胎失去抓地力了，就是我操控的问题。但实际上这个车它的那个 TCAS 跟 ABS 触发都很晚，就是你车要摔的时候它才会触发，而当时它就是前轮，而且这个轮胎啊，好多人都反馈这个轮胎很滑，虽然它是米其林 Power 6的轮胎，但是它很滑，就是很容易失去抓地力，有的时候骑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尤其下雨天，而且它这个下雨天甩泥甩得很严重。你看一下今天这个天气，现在其实没有雨的，就这个路我刚才骑回来，本来后屁股是干净的，结果就这个样子了。这底下其实倒无所谓的，那主要是上面它会甩到这里，然后我人坐在这里，甩到后背都是。然后这个地方干净是因为刚才我拿手擦了擦，所以说它甩泥很严重，就后续到时候这边出一个板子挡一挡也比较好。这个车它油耗比较高，很高，它这个表显可能不太准，我现在表显是7.5左右，但实际上我骑起来我加的是98的油，我加的当时是我加了半箱油，80多块钱，然后骑了50公里左右吧，50-60公里的样子，我的油表只剩2格了，掉了2格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，它反正油耗特别吓人，但具体多少我还没有做一个测试。哦对，还有一个事情就是，当时这个地方不是摔掉了嘛，然后我只是低速的侧滑，结果现在导致它这个前轮车把现在不正，然后我还在跟那个陶总那边沟通，这个是到哪里修，因为我又不是撞墙，我只是侧倒，结果就会导致它这个就偏移，现在骑起来，轮胎有点偏右，然后骑起来有人像跟我抢把一样，但是我又怕自己去维修的话，他到时候不承认走不了3包，所以说还在等这个情况。但现在我正常还是勉强骑回家了。最后再简单聊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，以及我最近发现的一些问题。当时倒车的那个地库，我骑过3辆车都走过，虽然地库比较滑，环仰地面，但是绅士703这辆车的后轮，我觉得可能是扭力比较大的原因，或者要不是什么的原因，喷油或者其他的因素吧，导致它就是，我在骑1个月，就我差不多拿车有1个月的时间，我后轮打滑有3次，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后轮打滑有3次，但我之前骑别的车的时候很少能出现这种打滑的情况。我具体不知道是车的原因，还是因为它这个排量的车就应该是这样，但是大排量的车我也骑过其他的，但是没有这么频繁。它的后轮前后轮虽然是米其林 Power 6的，但是感觉胎温一直上不来，而且遇到点水之后，确实是会比较滑。然后关于上泵
上泵这一块，那个维修师傅跟我说，他第一次见到车正常侧滑倒了，导致上泵坏掉了。我分析的原因，他说可能是质量问题。之前让我走3包，说声势那边肯定会认，结果其实声势那边没认，他只是说我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，然后正好摔到这里了。估计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牛角比较长，然后但是它牛角又没有起到一个断掉保护的一个作用，导致稍微有一点力就会把那个上泵里面直接就撞坏了。然后以及当时那个车把也歪了，车把是我修好上泵之后才发现车把是歪的，然后也没有撞墙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是装配的问题还是说就是碰巧，一切都是这么碰巧。我是直接上传的视频在 APP 后台，然后他们有个工程师联系的我，但那个工程师态度很奇怪，就是又是冷笑，又是反正讲话就是样子屌屌的那种，我说不好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把一切责任推到轮胎失去抓地力上面，那就跟他们没有关系，他就可以处理掉这个工单的一个问题。我当时也跟他说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过来验证一下也行，但他也是一口咬定，那这个我没办法。后来我是后台联系老陶，跟老陶反映了这个工程师的这个情况，然后他又是单独用另外一部分人联系了我，拉了一个群，拉了群之后在里面才解决这个问题。最后的话，反正确实是我这边的问题，因为我操作不当，导致轮胎失去抓地力，侧滑我倒掉了，然后正常配件就该正常的去买。群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反映，就是转弯的时候会出现轮胎侧滑的情况，不管是在环氧地面，还是在正常的城市道路上，都会有轮胎侧滑的情况出现。我是出现了3次，有2次是在环氧地面，有1次是在正常城市道路，都出现了一个后轮打滑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当时跟那个工程师也说了这个问题，还有一些喷油的问题，但他就是避重就轻，就不正面去回答。他只是说你这个摔车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怎么样，反正就是给人感觉很快要结束工单的样子，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然后，但他们公司其他人，像那个区域经理金龙辉，然后李瑞，还有那个老陶，还有一些其他工程师，他们解决问题的态度都很好，就是会立马帮你解决。声势的售后确实也很不错，确实很不错，只是说当时可能正好就遇到了那个情况。因为我现在车把是歪的，维修师傅现在这边不敢给我维修，因为他要拆那个避震器，如果拆了避震器的话，可能到时候3包，怕声势那边会不认，所以说我还在跟老陶那边沟通，到时候看一下具体该怎么处理，是把车推到 4S 店，就是经销商那边去，还是说自己这边可以处理掉？因为经销商那边距离我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远，去一趟也不是很方便。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车它的油箱罩那个位置，就是亮黑的那里，很容易脏，很容易有划痕。这个反正希望老陶后续能出一些改进的方案吧。比如说换一个材质，或者是这部分刮花的免费重新换板，或者打折重新换板都行。因为我只骑了1个月的时间，我感觉我那个都已经脏的不行了，就又是划痕又是脏的不行了。而且这个位置平时其实跟身体接触的很少的，以及这辆车倒车摔车的成本有点过高。就像我正常这一次侧滑，你们视频里面也能看得到，其实不是很严重，但是维修起来差不多花了小2000块钱。就是这个车现在一个是没有防摔块，一个是不好装防摔球，如果装防摔球的话，需要把那个侧大板然后开个洞才行，而且它那个样子很奇怪，那个地方就是怪怪的。发动机的位置的话也磨了一下，左右两侧也没有保护发动机的一个配件或者其他装置之类的，也希望这些配件老陶后续能出。反正这个视频这一期就到这，反正再想到什么我再回去发新的视频。